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似乎从未间断过，各方阵营各据一方，但这一次斗争变得尤为激烈，甚至可以说成生死决斗。此次斗争的焦点依旧围绕着俄罗斯最受争议的作战部队普里戈金所领导的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顶峰。起因就是因为国防部发布的全新军令，要求所有志愿部队签署合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声明，为了提高俄罗斯作战部队在乌克兰作战的效率，要求志愿部队与国防部签署合同，这将赋予志愿部队必要的法律地位。自6月份开始，已有超13万人转为俄联邦武装部队的合同服务，这个数据是5月同期的2倍以上。显然，绍伊古这道军令针对的不是别人，就是针对瓦格纳。在乌军发动局部反攻的背景下，双方已经在多个方向进行交火。俄罗斯国防部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显然是因为前线兵力不足。因为随着乌军持续增加反攻力度，前线部队伤亡势必将进一步扩大。原本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正规军加上瓦格纳也才10万到15万人，但由于巴赫穆特战役结束后，瓦格纳选择撤至大后方进行休整，目前只有俄罗斯正规军在前线作战，少了瓦格纳雇佣军，本就兵力不足的俄军现在也更加缺人了，面对的防御压力也将大大增加。作为俄罗斯境外最大的雇佣兵组织之一，瓦格纳成员主要由退役军人组成。瓦格纳的存在能为俄罗斯提供非常规军事力量。要知道，瓦格纳与俄军方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在乌克兰战场，瓦格纳不仅在军事上提供了大量支持，甚至还想涉足乌克兰政治的幕后操作。有消息指出，瓦格纳试图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挑战俄罗斯对该地区的控制力。普里戈金每隔一段时间就跳出来大骂国防部与俄军方，尤其是拿下巴赫穆特之后，瓦格纳在国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使得普里戈金更加肆无忌惮，经常出面硬刚俄军方。一旦将瓦格纳进行收编，就能改善乌克兰战场上的困境。俄军高层就能将原属私人武装的雇佣兵化为己用，充当战场上的攻防兼兵，弥补俄军前线兵力不足的困境。除此之外，还能让俄军方少一个竞争对手。在这道声明的背后有着2重意思，一个是俄罗斯不再承认私人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将成为一个非法武装；另一个就是雇佣兵想要继续参战，那就只能选择与瓦格纳解除合同，与国防部直接签署。此前在胜利日阅兵仪式上，普京就曾表示，俄罗斯正规军与志愿军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为俄罗斯而战，他们之间不应有任何摩擦。此次绍伊古的声明明显有着普京的支持，因为在这道声明发出后，普京也亲自做出了表态，支持绍伊古的收编计划，否则将无法享受国家的法律保障。火力军可以明确感受到，普京发言是在警告普里戈金，因为普里戈金曾表示愿意服从普京，但却不会跟国防部签署合同。那么普京的发言就是在考验这位普京厨子的忠心了。当然，这对普京来说是一步险棋，因为巴赫穆特的战果已经足以证明瓦格纳的战斗力。如果普里戈金选择公开反水，真正站到俄罗斯正规军的对立面，无论是对俄军还是国内士气，都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国防部发布的声明，卡德罗夫第一时间快速响应，让旗下阿赫马特部队签署第一份收编令合同，接收俄罗斯国防部的管辖。在与阿赫马特签约后，俄军副总参谋表示，希望其他志愿部队能够效仿阿赫马特签署上述命令，这也是为了提高志愿部队的使用效率。显然，绍伊古的命令就是要让国防部能够控制各个志愿军团，尤其是尾大不掉的瓦格纳雇佣兵。绍伊古想改变合同主体，一举夺了普里戈金的兵权，此举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另外，这份声明还显示，合同必须在7月1日之前完成签署。新合同能让志愿兵以合同兵的身份与志愿部队或国防部签署个人合同。签署合同之后，本人与家属可以享受国家福利，但必须服从国防部的命令。在这道声明之下，瓦格纳只剩3条路：
一是坚决抵制利用装备的各种武器以武力拒绝国防部的收编；二是普里戈金放弃自身所有荣誉和兵权，积极配合绍伊古的计划，将瓦格纳所有雇佣兵编入俄罗斯国防部；最后一个就是背叛俄罗斯，加入俄罗斯叛军，比如自由军团。而普里戈金选择的就是第一条路，拒绝交出兵权，选择公然抗命。普里戈金还引用一句谚语：作为英雄死去，总比作为基佬活着要好；为国而死，要比自己捆绑在官僚枷锁中活着要好。并且普里戈金还亲切问候了绍伊古的家人，让绍伊古指挥自己的国防部去，瓦格纳轮不到他来插手。一直以来，瓦格纳都是与俄军指挥系统有机结合，与俄军指挥官进行协调行动，这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高效的结构。目前瓦格纳仍在准备前往乌克兰前线作战，并将继续与苏罗维金协调行动，因为普里戈金觉得苏罗维金是一个聪明的元帅，与瓦格纳雇佣兵配合得很好。普里戈金此举也得到了许多雇佣兵的支持。这些人之所以会这样选择，是因为普里戈金曾答应，只要雇佣兵不签署合同，就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和更好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曾有瓦格纳阵亡士兵家属向当局提出抚恤金赔偿，但遭到俄罗斯军方的驳回。当时普里戈金就表达了不满，但这些理由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瓦格纳是一个危险的军事组织，如果不加以管控，势必将对俄罗斯的稳定造成巨大威胁。普里戈金一番言论几乎将瓦格纳拔高到与俄罗斯国防部平起平坐的水平，打算与卡德罗夫一样以普京迷弟的身份自居。然而卡德罗夫毕竟是车臣总统，而普里戈金除了是普京厨子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身份了。这次卡德罗夫率先请缨，也是灭了普里戈金的念想。很明显，这是在告诫普里戈金，就连车臣都不可能逃脱俄罗斯国防部的掌握，瓦格纳就更不可能了。对普京而言，瓦格纳已经尾大不掉了，因为这是普京一手扶持起来的。瓦格纳是一把尖刀，但必须要在普京手中才可以。对于不听话的人，普京就需要掂量掂量了。毕竟普里戈金手中可是有着8万雇佣兵的。在巴赫穆特战役的最后阶段，普里戈金一直抱怨俄罗斯国防部不给武器弹药，并多次威胁要撤退。当时卡德罗夫就表示，瓦格纳如果不干了，车臣部队随时可以顶上。表面看是声援，实际上是在告诉普里戈金，你不干，有的是人，少了你并不是不行。所以在巴赫穆特战事结束之后，瓦格纳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而这次面对国防部的收编，双方矛盾再度爆发，卡德罗夫也第一时间表达对普里戈金的不满，指责其不应该公开讨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与高层领导，希望其能停下诋毁俄罗斯正规军的言论。俄罗斯著名分析人士更是将瓦格纳称为叛军。俄罗斯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针锋相对，已经让克里姆林宫产生了某种危机感。当一个国家内部的武装力量成分过于复杂的话，尤其是分属不同阵营的时候，内战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对于普里戈金来说，手里有兵和手里没兵完全是两个概念。瓦格纳雇佣兵是普里戈金面对俄罗斯军方时的最大筹码，或者可以说成保命手段。目前瓦格纳核心成员大约有数千人，这些都是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人，甚至能成为俄罗斯最能打的武装力量之一。瓦格纳不仅武器强大，在非洲等地区还拥有石油、黄金以及钻石等生意。换句话说，即便没有俄罗斯国防部给出的军费，瓦格纳也能养活自己。有这支武装在手，普里戈金就能成为一只地头蛇。但若是签署了国防部的合同，普里戈金手中可用的战力将大大减少，甚至会失去对乌作战仪式上的话语权。但如果普里戈金不愿接受收编，即便俄罗斯军方再不满，都不敢拿普里戈金怎么样。但如果这支军事武装被俄罗斯军方收编了，那普里戈金就成了待宰羔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俄军方的清算。另外，普里戈金想要的绝不是俄军体系中一个指挥官或者将军，有兵有钱有地盘，还能对普京表露忠心。现在的普里戈金已经具备成为一个军阀的所有标准，他想要的俄罗斯军方是给不了的，作为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现在也不可能拿得出来。
所以瓦格纳作为普里戈金向克里姆林宫索要权力的重大筹码，显然在目的达成之前不会乖乖送出来的。如果选择将瓦格纳以集团军的模式整体打包编入俄罗斯国防部，总指挥仍由普里戈金担任，他不一定会拒绝国防部的收编。但苏丹志愿部队就是这样被苏丹政府收编的。苏丹国防军要求将快速支援部队拆散编入国防军，指挥权交给苏丹国防部，就直接引发了苏丹内战。有了前车之鉴，俄罗斯国防部肯定不会接受这种方式，最大的可能就是将瓦格纳雇佣兵全部打散，以连级单位编入俄罗斯正规军，但这样的做法会极大削弱瓦格纳的战斗力。另外，这里面还涉及一个信任问题，普里戈金会相信俄罗斯国防部吗？从目前各种事件的爆发，显然是不信任的，这也使得瓦格纳的未来模糊不清。普里戈金拒绝签署合同，可能会导致瓦格纳无法获得武器和弹药，甚至无法前往前线作战。瓦格纳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决定克里姆林宫权力稳定的关键，不仅会影响俄罗斯整个政局，同时也将影响整个乌克兰战场。一旦普京处理不好，瓦格纳就可能会叛变。只不过普里戈金并不像普京当年收拾的寡头们，以俄罗斯目前的形势，真要解体或内战的话，普里戈金可是很有潜力的，因为其在国内拥有很多强力支持者。或许普里戈金想坐克里姆林宫里面的那把椅子，这谁也猜不到。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会对俄罗斯造成什么影响？普里戈金会不会选择与俄军方对立？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